蓝湛的手劲很大，魏无羡昨天已经见识到了，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魏无羡拍拍他的肩膀，安慰他，尽量的释放一些自己的信息素，然后就觉得蓝湛抱得更紧了。魏英你好香，你脖子后面。蓝湛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信息素，而且一感期的 Alpha 本来就没什么控制力，面对一个靠近自己的 Omega， 而且还是信息素非常契合的，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。99%的几率，这个 Omega 会清白不保。但魏无羡坚信自己一定会是那1%，因为这就是个小朋友啊，他怎么能带坏小朋友呢？蓝湛你乖，没事的没事的，就是一感期而已，你想一些开心的事，让自己平静一些。你喜欢我的信息素吗？就是这个香香的味道。魏无羡努力去哄好这个一感期的小朋友。蓝湛点了点头，鼻子又靠近了魏无羡后颈腺体一些，深深呼吸着那里的香甜。试衣间里安静了好一会儿，清清浅浅的全是呼吸的声音。好些了吗，蓝湛？我带你出去。魏无羡小心翼翼地在他耳边说，他沐浴在浓重的檀香味中，作为 Omega 身上早就没什么力气，整个人其实都靠在蓝湛怀里。魏无羡其实心里有点遗憾，若蓝湛的心智正常，恐怕他今天还真的免不了被日的下场。还好蓝湛很乖，除了抱着自己，在自己腺体周围呼吸，其余还真的没做什么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蓝湛小声地难以启齿地开口，声音低磁沙哑，说出的话却带着稚气。魏婴我可不可以咬你一下？咬什么？魏无羡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可不可以？你那里好甜。蓝湛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发烧还是生病了，他紧紧环着魏无羡的腰，心里想的全是这个人还有他后颈散发的味道。他声音还带着一丝哭腔，像是被一感期折磨的难受极了。蓝湛表面上再怎么比同龄人成熟，还只是个孩子罢了，遇到这种事自然还是觉得委屈，想要对依赖的人求助。好，你咬。魏无羡哪里受得了这个，就算蓝湛这个时候要他的心，他都能二话不说挖出来给他。魏无羡第一次被高大英俊的自己有好感的 Alpha 要求临时标记，哪怕这个 Alpha 心里是个孩子，而且并不知道咬一下代表着什么，但他还是很愿意这么做的。终于有一次，魏无羡愿意自己身上染上其他 Alpha 的气息了。魏无羡让蓝湛坐在试衣间的小凳子上，自己坐在他腿上搂着他的肩膀，低头把自己的腺体完完全全暴露给他。白皙软嫩的腺体散发着丝丝甜腻的气息，引得蓝湛心里蠢蠢欲动，有一种深沉的欲望从体内升腾而起，想要对面前的人做些什么可怕的事情，可具体是些什么事情，蓝湛又怎么也不知道。蓝湛伸手碰了碰那里，魏无羡敏感地轻轻颤了一下，心中也扑通扑通像藏了100只兔子。我咬了。蓝湛强压着身体里奇异的感觉，再一次询问。咬吧，咬完我带你回家。魏无羡往他怀里又靠了靠，催促道。蓝湛还是不太敢，生怕自己伤害这个人，他左手紧紧攥着魏无羡的软腰，右手在那处腺体重重揉了一下。魏无羡闷哼一声，鸡皮疙瘩都要被这种酥麻感弄得起来了，他浑身颤抖地抬头强笑道，蓝湛，让你咬又没让你哪学的这些？对不起。蓝湛赶紧低头道歉。魏无羡心里又软了，摸摸对方细软的头发说，快点咬吧，不用顾忌我，怎么都会痛的，回家上点药就行。蓝湛小幅度点点头，轻轻了声。魏无羡重新低下头，伸手抓着蓝湛的另一只手腕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等待着人生中第一次临时标记。蓝湛把头埋入他的颈窝，嘴唇无意识亲了亲他的皮肤，两人这般亲密的动作令他心里舒畅了很多，紧蹙的眉头也松了不少。然后他微微抬头，又柔柔地亲了一下那处香甜的腺体，随即张嘴咬了上去。魏无羡抓着蓝湛手腕的力气立刻大了不少，他强忍着想要逃离一个强大 Alpha 掌控的冲动，心里不停地给自己做心理建设，比如他才6岁这种话早已默念了无数次。疼痛从后颈密密麻麻地蔓延开来，带着酥麻和信息素流入全身。魏无羡死死攥着蓝湛的手腕，闭着眼睛咬着下唇，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。他知道外面还有背的在，
不愿意让他们听到任何不合时宜的呜咽或呼痛。蓝湛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，只是想把自己的气息和它的香甜融到一起，心里怕它太痛，还伸出舌尖轻轻舔了一下。魏无羡更受不了了，他觉得自己恐怕要把蓝湛的手腕握出淤青来了。蓝湛的信息素檀香带着安抚的意味，但其冲击力十足，令他精神都有点不济，整个人瘫倒在 Alpha 怀抱里。魏无羡觉得他现在估计连站都站不稳了。蓝湛慢慢松开自己的牙齿，从袋子里取出干净的纸，仔仔细细为魏无羡擦拭伤口。他现在感觉好多了，愧疚地看着怀里的人，魏婴，你还好吗？对不起。道什么歉？我让你咬的。魏无羡有气无力地朝他笑笑，摸摸他的脸颊，发现温度比刚才低了些，心里才放心些许。你抱我出去吧，我没力气了。好。蓝湛拥着他站起来，看了看他后，弯腰把人打横抱起。魏无羡伸手开了门，又拎着那些蓝忘机不知道是试过还是没试的裤子，走入了光明之中。都打包带走。快点。魏无羡把衣物交给男店员，环顾四周，发现就只有2-3个客人还在，其中2个是背的，还有一个刚来到店里的 Alpha 正警惕地看着他们，准确地说是在看着他。魏无羡知道自己身上现在全是蓝湛的信息素，也懒得管别人的看法，只是赖在蓝湛怀里不想起来。不过他也确实没什么能力起来就是了，想到等会还得自己开车回家，魏无羡便闭目抓紧时间休息。魏婴。蓝湛却以为他不舒服了，急得叫他。没事蓝湛，我休息一会，没力气了而已。魏无羡搂紧了些，放心啦，临时标记后是会这样的，过阵子就好了。蓝湛这才放下心来，下巴搁在魏无羡肩窝里，呼吸着他的气息。那个 Alpha 死死盯着魏无羡，一直没有移动。他认出这是个极优质的 Omega， 而且刚刚被临时标记过，双颊分粉红，眼尾都带着一丝媚色，那种气息实在是太过诱惑。蓝湛敏锐地感觉到了一丝威胁，抬眼看了过去。易感期的 Alpha 对属于自己的东西占有欲极强，哪怕只是一丝不对，他也能感觉到。蓝湛琉璃色的眼眸透出冰冰冷冷的情绪，原本被安抚好的信息素又一次弥漫了些许。那个 Alpha 头皮都要炸了，转身就跑。此处省略1000字，在魏无羡的陪伴下，蓝忘机总算平静地熬过了易感期。虽然他晚上睡觉还是会难受，但魏无羡都会就着被子抱住他，轻轻地拍拍他，就像哄孩子一样。不过蓝湛实在让他心疼极了，有时候给他一种他在恢复记忆的错觉。可再问蓝湛是不是想起了什么，蓝湛却还是否认。魏婴。蓝湛端了杯果汁给魏无羡，然后坐在他身边，早些睡。魏无羡看了一眼杯子，笑了，就知道你不会给我冲咖啡。好了，我其实也做得差不多了，明天就能把成品改好给客户了。蓝湛看着那件漂亮的裙子，真心实意的夸赞，真好看。